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案子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案子我看完卷宗真的是血压整个冲上来，气到拍桌子，太离谱了啦！主角我们叫他武曌，做什么的？加密货币的币商啦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他竟然被判有罪！我的天哪，这根本是司法界的奇闻，天大的笑话！我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。假设你开一家银行，你装了保全，请了警卫，尽了所有力量去防止抢案，结果抢匪还是进来了，那请问你是不是抢案的共犯？听起来很荒谬，对不对？但这就是我们这位武曌在这个案子里法院所展现出来的神奇逻辑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看法院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。表面上，看起来好像证据很明确，就是一个洗钱案嘛。但事情真的有这么单纯吗？我们来把它一层一层剥开来看。来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武曌，他的工作很单纯，就是在做加密货币的买卖，也就是场外交易 OTC。结果呢，检察官给他扣上一个天大的帽子，说他帮助诈欺集团洗钱。你看这指控有多严重？好，各位观众，你看一下荧幕上这段话。这就是法院判武曌有罪最核心的理由。法院说，你做这个行业的，因为私人交易的钱高度可能有问题，所以你这个行业风险很高。看到这个高度可能，我头就开始痛了。这是什么逻辑呀？来，我帮大家翻译一下法院这个神奇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走在路上有可能会被鸟屎滴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一出门，你就是故意要被鸟屎滴到啊！这是什么鬼话？这根本就是把知道有风险跟想要犯罪直接画上等号嘛！拜托一下，法官大人，这种逻辑可以拿来判人有罪哦，我真的是看不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深入这个案子的法律核心，来看看这个定罪的逻辑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整个土崩瓦解的。法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不确定故意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你知道你这样做，可能会出事情，但你心里想的是无所谓啦，发生就发生吧，我不在乎。这个无所谓的心态才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关键。现在最精彩的来咯，大家请看这张图，左边是这个案子一审法院有逻辑，只要知道有风险，你就是故意。右边是我们最高法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标准，光是知道风险根本不够，你还必须要有那个容忍其发生的意愿。你看，这两个标准根本是天差地远啊！这可不是我乱讲的哦，这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写得一清二楚，关键就在那个意欲。你有没有那个随便啦，发生也没差的心态？我就想问问我们的一审法院，这个判例是没看到，还是假装没看到，选择性失忆吗？武曌的律师在法庭上讲得非常明白，他说武曌做生意，他当然知道有可能会收到赃款啊，这就是风险嘛，所以他才做了很多 KYC， 也就是认识你的客户的程序，他是在管理这个风险，避免犯罪发生，他不是容忍犯罪发生。结果法院竟然把一个生意人努力降低风险的行为，直接扭曲成他有犯罪的故意。这还有天理吗？如果说啦，这个法律见解上的错误已经够离谱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数字的部分。我跟你说，这简直是在挑战我们所有人的智商 ，over the top， 太夸张了，怎么可能？好，接下来法院要算武曌到底赚了多少黑心钱。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位被害人吕小姐，她被骗的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的，我们就从这个数字开始看，就是这个数字68万块钱整，这是吕小姐实际被诈骗的金额，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哦，这是整个案子的源头。你以为法院就会根据这个68万来办案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，他们大笔一挥，莫名其妙又加上了一笔钱。各位观众，你没有看错，
7万030块。这笔钱是哪里来的？是其他客户跟武曌做生意汇进同一个户头的钱，跟吕小姐这个案子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结果法院说，钱进来同一个户头，通通算你的犯罪所得。这不是乱算一通是什么？人民的财产是可以这样随便没收的吗？还没完呢，接下来更扯，法院要算出我们这位大坏蛋武曌到底从中获利了多少。我看到判决书上这个数字，我真的忍不住要问，法官大人，这种数学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可以教一下吗？946块，你没听错，这就是法院算出来武曌的犯罪所得。为了这区900多块，把他当成一个洗钱的重罪犯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律师去查了以后才发现，这900多块根本就不是什么利润了，那是武曌在交易的时候付给交易所、付给银行的手续费，那是成本，做生意的成本。我们的法院竟然把人家的成本当作是犯罪赚来的钱，这种专业程度到底凭什么判人家的生死、没收人家的财产呢？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嘛！好了，我们把这所有荒谬的事情都在一起看。法律见解是错的，事实认定不清不楚，数学计算乱七八糟。那最后我们到底剩下什么？我帮大家总结一下：第一，法律逻辑乱用，把不确定故意当成一个万灵丹随便套；第二，直接打脸最高法院的判例，视而不见；第三，基本的事实认定钱算得乱七八糟，把不相干的钱也算进来；第四，连做生意的成本跟利润都分不清楚。我请问，这样的判决，谁能服气，谁能接受？最后，我想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：武曌这个案子绝对不是单一个案。当新的科技、新的商业模式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司法体系常常是慢半拍，搞不清楚状况。但是，当法官因为自己的不懂而做出这种荒腔走板的判决时，到底是谁在为他们的学习过程付出惨痛的代价？就是像武曌这样在时代最前线努力打拼的年轻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定罪。